10岁男孩猛地扑向妈妈，死死掐住她脖子，把妈妈推倒在地后，又按着她的头在地上用力摩擦，哪怕妈妈痛到崩溃求饶，他也不肯松手。从不干预拍摄的节目组连忙上前制止，男孩又像一条发了疯的野狗，疯狂驱赶所有人。工作人员整整耗了2个多小时，才勉强将他强行拉开。怎料男孩这时又突然转身爬上桌子，打算从37楼跳下去，吓得工作人员急忙将他抱下，锁死窗户，才阻止惨剧发生。可没想到下一秒，男孩再度冲向妈妈，而这场冲突的导火索仅仅是妈妈让他写作业。走投无路的夫妻俩只好寻求顶级育儿专家吴博士的帮助。爸妈坦言，这样的极端冲突早已不是第一次。最惊悚的一次是男孩整个人悬在37楼窗外直一而逃。动静轰动全城，上百台警车、救护车、消防车紧急出动，直接冲上当地新闻热搜。而事后男孩只是轻飘飘地表示，自己只是想测试妈妈到底爱不爱他。吴博士听后当即指出，这个年仅10岁的孩子已经出现重度情绪失控、伤人和自杀的极端倾向，极度危险，若不及时干预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而接下来镜头拍下的一幕直接撕开了所有暴力行为背后的真相。这天一家人外出吃饭，全程只有夫妻2人甜蜜互动，嬉笑打闹，彻底沉浸在2人世界里。被彻底冷落的男孩独自坐在一旁，满眼落寞，看着亲密无间的父母，他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。自始至终，妈妈眼里只有丈夫，对身边的儿子看都不看一眼，没有分给他哪怕一丝一毫的关注。夜里妈妈难得陪儿子玩耍，男孩不停向妈妈撒娇示好。就在母子俩玩得正起劲时，爸爸突然推门进来询问妈妈吃不吃夜宵。听见丈夫的声音后，妈妈立刻起身走出房间，将男孩独自留在屋内。看着桌上精致丰盛的夜宵，妈妈只顾拍照记录，沉浸在和丈夫的2人幸福中，笑声不断。房间里的男孩越想越气，心底的委屈和嫉妒瞬间爆发。他生气地来到客厅，一把抢过妈妈手里的板面。妈妈非常嫌弃和不耐烦地收回板面，语气强硬地呵斥男孩赶紧回屋睡觉，别在这碍事。男孩当场愣在原地，似乎有好多话想说，最终却还是一言不发，落寞地走回房间。吴博士说，男孩争抢拉面根本不是嘴馋想吃东西，他真正想要的是妈妈的目光回应与陪伴。在他看来，妈妈在面对丈夫时永远笑容温柔，可面对自己时却总是冷漠不耐烦，满脸嫌弃。这种巨大落差让男孩打心眼里认定妈妈厌恶自己，因此只能选择极端方式，用冒失暴力和轻声威胁来博取妈妈的关注。这天夫妻俩又在自家饭店情不自禁地秀了一把恩爱。男孩看到后直接走到前台，扯着嗓子大喊自己想要吃板面。妈妈脸上瞬间涌上嫌弃，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他。面对丈夫和儿子截然不同的2种态度，看得演播室嘉宾们也是感到既无语又好笑，甚至忍不住调侃妈妈是不是看到儿子这张脸就会产生生理性厌恶。唯有吴博士神情严肃，紧盯着妈妈。被拒后，男孩情绪瞬间失控，满嘴狂飙垃圾话。紧接着他猛地冲出饭店，全然不顾来往车辆，径直冲到马路对面。妈妈急忙追过去责备他这样很危险，可男孩脸上却扬起笑容。妈妈十分不解，追问他为什么还笑得出来。男孩轻声回应是因为喜欢妈妈才笑，可惜妈妈根本无法领会这份心意，主观认定男孩就是喜欢捣乱，做各种危险的事。于是又是一顿训斥，接连的否定与指责再次压垮了男孩。这时吴博士叫停了视频，询问妈妈过往经历。妈妈说，在儿子5岁那年，她选择再婚，遇上现任丈夫后，日子才慢慢变好。和前夫在一起时，她经常遭受家暴，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。接着吴博士一语道破母子俩矛盾根深蒂固的核心原因，因为受过重度家暴，妈妈内心深埋着恐惧与焦虑，每当面对情绪激烈、肢体冲动的儿子，过去的创伤就会瞬间被唤醒，让他神经紧绷，下意识逃避。他看不见孩子的撒娇，读不懂孩子的靠近，接不住孩子所有的情感信号。孩子越是拼命主动靠近，渴望母爱，他就越是本能躲闪、冷漠抗拒，一次次期待落空，无边的失望不断积压。男孩内心无处诉说的苦楚，最后只能依靠暴躁与极端行为发泄出去。这天男孩睡醒后，不知道抽了什么邪风，情绪突然失控，对着妈妈疯狂输出。接着又抄起家伙挥向妈妈，爸爸再也忍不了了，直接开口厉声训斥。可男孩压根就不听，转身冲出家门，担心孩子发生意外，爸爸急忙追出去，冒着大雨四处寻找，最后在便利店找到男孩，可他却极力挣扎，拒绝任何沟通，又逃走了。爸爸万般无奈下，只好强行把他抱回家。到家后，男孩依然不消气，不断说出刺耳伤人的话，妈妈再也忍不了了，母子俩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贴脸开大互喷垃圾话。看到妈妈发火后，男孩绝望地表示，如果他死了，对所有人都是好事，不会再拖累任何人。내가 생각했어. 나는 맨날 필요 없는 존재구나. 그래서 나는 필요 없다. 나는 이 세상에서 필요 없고 두둑 같은 쓰레기. 아니 사람 때린 쓰레기. 엄마, 아빠, 할머니, 할아버지 이제 모든 사람들이 내가 맨날 피해 안 줬던 일을 사라지고 행복하게 살 수 있다. 接着吴博士为这个家庭定制了一套改造方案，
以后只要孩子情绪失控出现攻击行为，母子俩就立刻停下争执，拥抱30秒，用温柔化解戾气，先稳住情绪再解决问题。起初效果非常好，两人有次在公园爆发矛盾，靠着30秒拥抱快速和解，最后牵手并肩回家。但晚上到家后，因为男孩不自觉说了一句脏话，妈妈下意识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故意这样来博取我们关注？”就这一句话瞬间击穿了男孩所有的心理防线，让他彻底炸毛失控。他猛地推开妈妈，转身冲进房间，刚准备关门，妈妈就紧随其后追了上来。被逼到无路可退的男孩彻底丧失理智，挥起拳头狠狠砸向妈妈。听到妈妈的呼救后，爸爸立刻冲进房间阻拦，可此时的男孩已经彻底崩溃，疯狂抓起爸爸的手，死死按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嘶吼着让爸爸杀了自己。他一遍遍绝望的自我否定，呼喊说自己是没人疼没人爱的垃圾。最后在爸爸耐心安抚2个小时后，男孩激动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。画面中夫妻俩按照吴博士的建议，特意播放了男孩暴力殴打妈妈的画面，让他亲眼看清自己失控暴力的模样。男孩看完后很是愧疚，承诺自己一定会好好改正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仅仅过去几分钟，母子俩又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了激烈冲突。男孩的拳头再次像雨点般狠狠砸在妈妈身上，两人当场扭打在一起。不过这次妈妈并没像之前那样任由儿子欺负，而是强硬出手将其制服。被压制住的男孩又气又急，一边崩溃大哭，一边满嘴狂飙垃圾话。妈妈命令他赶紧把嘴闭上，不许再骂人。混乱僵持的场面，就连见惯无数家庭问题的吴博士看了都无奈摇头。为了缓和紧张的母子关系，这天妈妈精心打扮，准备和儿子来一场约会。男孩一脸不开心的在咖啡里坐下。原来在出门前两人就产生了矛盾，男孩想去网吧打网，可妈妈却坚持去咖啡厅谈心。无论男孩如何争取，妈妈都无视他的想法，强行将他带到这里。即便满心不情愿，男孩依旧非常珍惜这次和妈妈独处的机会。他主动提出想要和妈妈玩游戏，可妈妈压根就不想玩，一边敷衍应对，一边不断指责他贪玩。极致的失望再次压垮了孩子，情绪崩溃的他独自走出咖啡厅，努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到妈妈身边，低声恳求妈妈原谅自己，但妈妈却冷着脸不愿给予任何回应。一次难得的和解机会这样彻底落空。当晚到家后，妈妈找到节目组工作人员崩溃诉苦，抱怨儿子这样真的让她很累很烦，付出这么多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改变。她坦言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。看着痛哭流涕的妈妈，吴博士无奈摇头，语气一改往日温和，变得尖锐犀利，直接戳破了这场约会失败的真正原因。这场看似用心的亲子约会，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双向修复，只是妈妈的自我感动式付出，去哪里做什么聊什么，她从头到尾都只遵从自己的意愿，完全无视儿子的喜好与期待。她整日把辛苦和付出挂在嘴边，可孩子感受到的从来不是爱意，只有无尽的忽视、否定与拒绝。吴博士直言，妈妈反复强调自己委屈疲惫，看似是受害者，实则是在用情绪绑架孩子。而长期承受这一切的男孩内心早已彻底崩塌，他一次次嘶吼着想死想要消失，从来不是无理取闹的耍脾气，而是儿童重度抑郁的典型求救信号。所有人都只看到他暴躁极端暴力伤人的恶劣外表，却没人看见他的心底早已被孤独和痛苦填满。归根结底，把原本乖巧的孩子逼到极端暴力、自我厌恶的罪魁祸首，就是妈妈日复一日的漠视、否定与疏离，长年累月的不被偏爱、不被看见、不被理解，让他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从始至终都是这个家多余的那个人。为了彻底修复母子间的裂痕，吴博士特意安排了一场沉浸式的心理情景模拟。这一次，妈妈要扮演儿子，沉浸式换位体验他的内心世界。当他第一次站在儿子视角，切身体会到孩子长久遭受的冷落与误解后，妈妈当场崩溃大哭。男孩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主动上前拥抱妈妈，母子俩第一次产生真正的情感连结。之后，妈妈开始做出改变，亲手布置儿子的房间，用行动告诉孩子，他值得被爱，是家里重要的一员。日复一日的努力慢慢见效，曾经愤怒绝望的男孩脸上渐渐有了笑容，空洞悲伤的眼神也重新有了光亮。